大家好，我是美食多。说到葡萄干呢，相信大家都再熟悉不过。平常经常当小零食吃，属于我们常见的干货零食之一，酸酸甜甜的口感，让人吃了停不下嘴，深受广大朋友的喜爱。葡萄干是选用新鲜葡萄自然晾晒而成的，营养丰富，含铁量高于新鲜葡萄的15倍，是一款非常好的营养佳品。葡萄干中所含的糖分是果糖，所以口感酸酸甜甜的，吃起来也不腻。不过不要小看这葡萄干，它的吃法可是有很多，像端午节包粽子里就可以放一些，做甜点的时候加入葡萄干，可以使蛋糕、面包更加的香甜。葡萄干还可以加入饮品中，使饮品喝起来更加的美味可口。家庭里面买来一般都是当做零食，或者做粥，也是一些点缀。还可以在酸奶里放一些，给宝宝做个酸奶布丁。但是今天我要用葡萄干分享一个特别的吃法，常吃身体好，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准备好的葡萄干放入大碗中，加入1勺食盐，1勺面粉，然后将葡萄干抓洗干净。我们在挑选葡萄干的时候，要学会鉴别什么是硫磺葡萄干。看颜色，纯天然的葡萄干，它的颜色是绿中带黄。我们可以仔细看看葡萄干，如果颜色有点发亮的，多为硫醇熏蒸的，特别是市面上的金黄后、树上黄等、黄澄澄的黄色葡萄干，很有可能就是被硫磺熏制过的。像这样的葡萄干就建议大家不要再买了，这样的葡萄干吃起来是对身体没有好处的。葡萄干抓洗过后，用清水将它多漂洗2次，直到水变得清澈，控水捞出，将它放在一旁备用。接着再准备7颗红枣。红枣是一种非常温和的食物，既美味又营养丰富。其实好处并不比那些有着高昂价格的补品少。大枣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其中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A、维生素 B2、维生素 P、大量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和糖分，胡萝卜素多种氨基酸、钙、铁、磷等，营养很丰富。平时我们可以把红枣当作小零食，每天吃上3到5颗。准备好的红枣加入面粉，将它清洗干净。大家是不是觉得将每种食材都这样一一清洗干净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但是大家想一下，这些食材在晾晒采摘的过程中都难免会沾染上很多灰尘杂质，而且它们在晾晒到售卖的过程中是不会进行任何清洗的。特别是在超市售卖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去摸一摸碰一碰，这就更加脏了。所以买回来的这些食材，我们都要认认真真的将它们一一清洗干净，这样我们吃着才能更加放心。抓洗过后，用清水多漂洗2次，把水洗至清澈，将红枣捞出来，和葡萄干装在一起，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将枣核去除。大家都知道，红枣虽然营养很丰富，但是一整颗的煮进汤中，营养很难释放出来，而剪成小块之后，就更加有利于把红枣的营养充分发挥出来。将枣核去除之后，也会更加方便食用。像一些老人和小孩，不注意就会把枣核吃进肚子里，将枣核去除之后，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接着再准备一把枸杞。枸杞在日常饮食中家家都会用到，比如和大枣煮水喝，
做面条时放几粒，还可以煮粥喝。蒸鸡蛋羹时里面放几粒都是很不错的，煲各种汤里面放几粒，吃火锅做底料等等吃法各异。枸杞子也是养生的好食材，也可以说是一种百搭的食材。其实古时候人们就已经很注重用枸杞来保养身体了，而且也是很多长寿老人最看重的一种食材。现在将葡萄干和红枣倒入锅中，再加入几颗冰糖，加入适量的清水，水的量一定要一次性加够，中途不要再加水，不然就会很影响味道。用大火将它们煮上25分钟，这个时间足够让营养成分充分的释放出来。大家还要注意一点，用砂锅、养生壶、电锅都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用铁锅，铁锅煮出来会有股铁锈味，喝着味道就会很怪，不好喝。朋友们、家人们，视频看到这里了，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点赞转发一下吧，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25分钟之后，现在再把枸杞倒进去，枸杞一定要最后再放，因为枸杞不宜久煮，不然枸杞的营养成分很容易流失。枸杞放进去之后再煮上2分钟就可以出锅了。葡萄干、红枣和枸杞都是具有非常丰富营养价值的食材。葡萄干含葡萄糖、果糖、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红枣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枸杞则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等。很多人对这3种食材的印象可能就是富含营养，但不知道怎么使用，或者不知道怎么才能更好地吸收这些营养，导致营养没有完全被吸收利用。那大家就可以试试这个方法，而且制作过程也非常简单，在家就能完成，非常方便。加了冰糖，喝起来甜甜的，比外面卖的饮料还要好喝。每种食材都带一点甜味，不喜欢太甜的就可以不用加糖了。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将这些富含营养的食材充分利用，让养生变得更加简单。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视频看到这里了，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我们下个视频见啦。